好，来看看今天小狼是给大家伙做这个三国战记2的一统中原无双版啊。这个版本呢已经好久没做了啊。为什么好久没做了呢？因为好久没有人提供素材了呀。主要是这次呢，咱们的这个小伙伴呢是提供了这个素材啊。这个玩法呢，就是其实咱们都知道那个《三国战记》一统中原无双，但这个是基于《三国战记2》的一统中原无双啊，它就是有这个意思。然后呢，它是说白了啊，来自于这个我们这个小伙伴啊，这个多喝热水啊给我提供的。那其实这个游戏呢，你也看到啊，咱们第一呢，这个这个人头像下方也有等级。然后呢，咱们各种这个道具啊，你看，既然是类无双版本啊，那可能看起来是有点变态的。第一关一上来呢是樊城夺粮的引子啊，这个什么叫樊城夺粮呢？啊，好的，这个好胆尖枪，啊，这个枪是一个这个蓝银色的枪啊，这个确实帅了一点点啊。它这个要跟大家伙讲，就是说，这种版本游戏啊，包括像咱们那一统中原无双版啊，就是原版的那个三国战记和这个三国战记2和2P，这些都是原版的。那么改版了之后啊，那不仅加上了你看什么小兵鲜血呀，什么各种武器的配合呀，你像咱们我操这个武器打完之后带兵，对吧？带兵带火，你这个属性啊就非常的带劲啊。当然了，还有那个有的版本是可以调的。之前我们也解说那个三国战记2的那个凤舞龙吟是吧？那个是另外的改版方式。那这个呢就是飞天雪的这个改版呢，说白了啊，咱们打这个第2剧情模式，然后能开启第3剧情，咱也不知道啊，这个是什么情况啊？只要做得多，你们就记住啊，玩这个游戏就是只要咱们做得多，啊，基本上就能了解这些事儿。而且你看这个，包括这个衣服呀、武器、道具各种有，基本上就不愁。而且你像赵云呢，除了能拿枪啊，还有能拿那个，比如说类似于像方天画戟之类的武器也可以。它这个叫好胆枪。那按理说应该是有龙胆枪，对吧？啊，有龙胆枪，有那个正常的那个2级武器叫梨花枪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来，我们看看第一关的夏侯惇啊，是不是能撞着东西啊？这个游戏的速度啊，让它变得非常慢啊，就是给人一种感觉，如果就像以前的版本吃那个骷髅铠甲的那个音乐变得一样啊，那种感觉怪怪的啊，确实特别逗。好，你看这个音乐都变了。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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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为了过这个剧情吧啊，咱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好了一个雷，跟正版的剧情感觉差不多啊。炸完之后呢，这个 BOSS 啊就跑，对吧？然后就会被崩回来，崩回来咱们看看选择的话，啊，一共是还是2个正常的选项。如果按原版的话，《三国战记2》原版的话，不是2P 的话，是有3个选项是吧？这个呢是选择这个直接就是啊，这个就放他走了啊，一个就是放他走，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劝其归降，对吧？这个劝其归降这个特别狠啊！劝其归降之后呢，正常按理说应该说是杀他的时候，不是放他走，你是正常选择是要杀他，然后杀他之后呢，他就那个什么啊，他就张辽一个翻雷滚天来救。但是你如果要不杀的话，你懂吧？如果你要想那个招降他，这个张辽就不会来。我们被称之为什么？叫做薛定谔的张辽啊！啥叫薛定谔的张辽呢？就是他既是来救你的，也是不来救你的，反正大概就这个情况啊。好了，屏幕当中小兵有这个血量啊，总感觉怪怪的啊，有这个血量，来的就是。好，直接下场啊。好，晚上好啊！晚上的小狼刚洗完澡，白白的屁股。好的，我们看看一个炸，这个就把关键兵呢炸死的感觉啊。这个游戏给的补给还是蛮多的，就是说，我跟大家伙讲，就这种类型游戏呢，就是主要还是以套路为主，就是你会这个套路啊，有了套路之后啊，比你这个闯关的这个反应要好得多。啊，最主要的还是看这个套路上来之后呢，就是技术啊，当然对吧？有的时候呢，有的技术和套路，你像咱们打速通啊，打什么摊分，那技术是为主，套路都已经大家伙儿都知道了，明摆着的套路在那，主要就看技术了。
所以对于新手来说，玩这个版本啊，明显就是你得先学套路啊，你不要先上来就摸索着玩啊，这不可能的啊！你只要摸索着玩就再见啊，就拜拜了啊！好，来看看，正常的话呢，我记得这个盖世英雄是官方正版啊，官方正版盖世英雄里面又有什么啊？那个日本的那个女巫啊，是吧？叫悲迷糊，还有犬神等等的装备啊，就包括悲迷糊可以跟吕布一起打你等等。那这个版本呢，咱们毕竟还不是那边的那个版啊。我相信啊，如果说有这个，对吧？有朝一日可以这些人把因为那个版毕竟还是有版权的，对吧？这个模拟出来之后呢，把这个里面的人物加进去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啊。你像现在包括啊，有很多游戏都可以把那个《三国战记》里面那个，对吧？把那个《西游轼客传2》里面的角色，比如说像那个子衣。啊，其实就是紫霞的那种感觉啊，可能是也是为了怕重复，让你觉得是紫霞好像有点抄袭的样子，所以说叫紫衣啊。包括还有什么蜘蛛精，是吧？这个人物模型都可以叫过来的。你像我记得最开始他们做三国战记的时候，还把那个什么叫过来，那个叫那个叫真天外魔镜里面那个纲手机也可以叫上来。好了，可以看到这是有这个爆气的效果啊。一个身上的幻影爆气效果，打出来的这个点数呢是可以重叠的。你比如说像这个大鹏展翅，打的血非常多，再一搓再大鹏，2套招直接就秒了啊！2套招直接就秒了。好，感谢我们的飞段刚才赠送我狼的一手告白卡啊，长枪好像咱们现在啊，这个为什么要留着那个长枪呢？应该是必杀，可能是不能解戒，比如说用这个枪的话，可能是练不了某些这个必杀。所以说他把普通枪还是存到了这个背包里。如果说正常的枪的话呢，是比如说梨花枪就是完全解禁的，你懂的啊。好，这里面打小兵，其实带这个属性打小兵，总感觉啊。它不像《三国战记1》那么爽了，《三国战记1》里面明确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小兵怕火，那个小兵怕冰，是吧？比如说那个女的就怕冰啊，女人是怕冰啊，其他大多数都是怕火啊。当然除了那个铁甲兵之外啊。好。怕冰怕火怕电怕雷怕爆，对吧？雷爆，冰火电爆啊，冰火电爆。好，反刃甲，这里面还有那个加等级的，咱们看看啊，就是那个玉如意，在2P2里面是加等级的，咱们现在已经10级了啊，这个等级的级数。好，这一招有点像那个傲气中华的那2点，感觉打了8回合。好，放了一手五子兵法。正常应该是加自己的这个一手暴气，正常应该是加自己的这个霸体的技能。你看咱们打的过程当中啊是有霸体的。好，再大鹏，打不了多少血啊，感觉啊，这确实打不了多少血。大鹏展翅。为什么不播福建和重庆？我在屏幕右边写的非常清楚啊。好，大鹏展翅，飞龙在天啊！这个双刀砍王上来就是一个 BOSS。其实咱们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啊，就经常咱们都是有一个梗叫孙10万张800。这里面呢，你会发现啊，就张辽为什么不去对抗这个啊，不去对抗这个关羽，对吧？只是对抗那个孙权那边，这个就明显感觉出来，就是有的时候吧。还是要避嫌的。你说这个张辽跟关羽这有交情，对吧？你让张辽去打关羽，就不太好吧？啊，你看《三国演义》里面，张辽也是这个关羽和刘备联名，当时这个对吧？刘备和这个关羽跟曹操是一伙的，一起打那个吕布，啊，所以说呢，这个张辽呢，从吕布这投降曹操是按照演义里面讲是关羽和刘备，咱不能说求情吧啊，说白了，这得张辽这个神将绝对是不亏的啊，一个超级 SSR 的。对吧？以一己之力抵抗孙权，对吧？从头到尾孙权都没有打过合肥啊，就打不过合肥啊，就没招啊。但是咱就说这个意思。那你看刚才在长坂坡这里面，这张辽就直接就啊，对吧？这个长坂坡之前啊，张辽就直接作为一个 BOSS 就打。
这个设计啊有点微妙的啊。但是正常张辽，你看，包括汉中争夺战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印象？汉中争夺战的时候，其实按理说我们没有张辽这个意象啊。你看都是什么夏侯渊，对吧？比如说许褚啊，带的都是这些人啊。就汉中争夺战的时候，他没有听说有这个张辽，是吧？因为张辽一直在对抗这个孙权啊，基本上是这个路子啊。昨晚回 K 我不知道，昨天晚上我请假了啊，昨晚请假了啊。右下角那个难度什么意思？首先你要看它是什么剧情啊，这是第二剧情。难度的话呢，它有很多解释，就是现在呢都能在主板里调。我记得在《凤舞龙吟》里面也是啊，什么这个什么啊 SR 那个 SR 的什么啊，它就是设定一些东西，比如说像有的像，当然这个版本好像是没有。好，直接跳下去，多走一会儿啊。这里面轻轻兵也无所谓，正常我们都是先放一个阵法然后跳下去的啊。好，来看看。神龙骨水，这里面按理说应该有一个神龙骨水，他进到屋里面什么宝都不要啊，直接出门，看来是不需要啊。好，这一手爆气效果，对，这个兵枪叫豪胆枪啊，豪杰的豪。噔噔噔噔噔，好，这里面这个音乐啊特别嘚儿啊。就是比原版的音乐要慢一点啊，它好像就特意这么设计的。好，来看看一顿顶。我看微信了，我看了一个视频，我就不看了啊，我也不知道干什么啊。哎，我不知道你想干啥啊。好，刺入神龙骨水啊，再战一盘。这个明显是要招降他的路子啊。好，要搓。它正常咱们是可以搓出，好的，搓出了一个赤兔战甲啊，这是一个衣服，好的，咱们直接就有架招了，看不看见？穿上这个衣服之后有架招的效果。正常咱们《三国战记2P》里面原版是在这里可以调这个方天，你调方天画戟啊，可以真方天画戟是在这里的，对吧？就有一手火属性的方天画戟，但是这里面咱们撞的是撞出了一个赤兔战甲，明显是有霸体效果啊。而且还给七星灯，七星灯的话，大家伙都知道什么道具啊，就可以真的是真复活道具。好，玄武神器七星灯，然后降将不要，这里面咱们可以看到啊，为了这个武，那有这个衣服，基本上五子兵法就没有用了，对不对？五子兵法就没有用了。好了。当当当当当，人中吕布啊，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方天画戟，专统义父，牛逼！好，军师请留步。我吕布飘零半生啊，其实吕布最经典的话不是飘零半生啊，对吧？吕布最经典的话是：“哎呀呀啊，我今生不能娶貂蝉为妾，非英雄也啊！”最狠的还是那句话啊，最狠的还是那个，对吧？听君一席话啊，对吧？听先生对吧？听先生一席话，令布拨云见日，茅塞顿开呀！啊，老吕布了啊！这所有只要但凡是对吧？拨云见日，茅塞顿开，全是吕布哈。好，感觉拿上这个枪之后大鹏展翅，这非常有煞气啊，对不对？非常的有煞气。哇，这都不减血了，这感觉有伤害修正啊！你看，还有伤害修正啊。好，赤锋剑，我操！一把粉红色的电剑啊，诸葛亮的神器赤锋，来自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神剑啊。好，直接走无军路线啊。
加一把武器多一点破防。好，来看看正常啊，走无菌路线也是有密室的。理论上来讲，这个赤锋剑啊，应该是在这个无菌密室里，在这个2P 里面的。好，白鹤战甲还有那个叫什么腾云甲啊，可以3级跳那个，但是现在他拿上这个衣服基本上不用了。而这里面这个咒云理论上来讲是可以自带3级跳的吧？啊，就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当当当当。好，哪里刀？哎，就感觉这个小铁甲兵挺猛的啊！一个，就咱也不知道啊，这个地方是赤壁之战，一个赤壁之战的这个船上，对吧？有魏有吴，为什么刚才那个船上写的是蜀啊？咱不知道啊。按理说他不可能写蜀啊，就算啊，咱们这个刘备已经攻下西川了，他也不能写蜀，何况他还没攻陷，对吧？那刘禅也不可能过来帮忙啊，对不对？那不刘禅去了，那个刘璋啊，那船上怎么能会写蜀呢？对不对？正常，就算是刘备拿了西川，对吧？当上了皇帝，他也写的应该是汉啊，对不对？他这个设定特别狠啊。好，来，这不是我都走无菌路线了，怎么还是这个路呢？太狠了啊！正常咱们应该是走无菌路线，应该就选择是正面攻城还是旁击侧城，对吧？结果现在又是这个华容道的感觉啊！哎，反正跑不了这儿了。这个孟获他妈的怎么900多个孟获？你看这个游戏有900多个孟获，而且孟获各种颜色啊！你看这个。一共能连8下，你看，一共能连8个回合，但是有伤害修正，啊，打的点这个到一定程度上，它费血费的比较少了，啊，好，这又是葫芦娃，这又是那个你们说的那个什么啊，就是葫芦鸡，是吧？好，这个枪怎么说？红缨梨花枪，可以把那个原本的枪扔了吧？现在难道要搜集枪？按理说正常的枪就是梨花枪，然后龙胆枪，一共2把枪啊。但是他把这个枪全留着了。好，选择放了一个密本啊，不放了个必杀，然后把那个木头人清掉啊。这木头人是整个游戏当中最变态的怪，没有之一。其次才是那个所谓的那个坛子怪啊。好，这里面感觉，就是打轻小兵啊，你看他好像打的挺好的。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说啊，打 BOSS 倒反而不是最难的，就是甚至是 BOSS 没有小兵的情况下，就真不难了。但最难受的就是轻小兵，或者 BOSS 处有小兵，那是真难受。好，哇，发生什么事了？这个枪。感觉练的技能都不一样了，你看，啊，这是回马金枪，然后朝天落地一抠，好的，这个限定技啊，吃一个82年的香蕉，好，这个诸葛弩兵。但感觉这个枪都留着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方天画戟。其实方天画戟，我觉得赵云还好啊，
谁拿方天画戟最爽？我感觉就是张飞，还得是那个绿张飞啊，不是那个红张飞，就正张飞。好，用孙子兵法打啊！这个 BOSS 如果时间内打不死他，就容易被，对吧？就容易被他逃跑。好，你们看看这个技能。他练那个冰阵的必杀有点，你看这个冰阵的必杀有点像那个鬼曹了啊，是神曹操还是鬼曹操？好，直接招降了，感觉什么也不报啊，就报点明明册。好，江陵道，绿方天能破霸体，但是呢，咱们这个衣服挺猛的啊，咱们这个衣服好像是。直接就是霸体效果，因为之前有那个金丝战甲，我记得那个金丝战袍吧，虽然说防御力很低，但是呢可以霸体，啊，这个非常屌。但是呢，如果说你穿上这个衣服，明显它长那个样也知道啊，防御力肯定不低的，对吧？防御力又不低，然后呢还能有霸体，那多爽，真的啊。好，马车夫。三国第一马车夫啊！这些小兵的马术真好，这些小兵，你看，这些小兵的马术啊，可以站在马上，然后从马上跳下来，很厉害啊！咱该说不说，这个确实是有点东西。好，这黄盖长得像哎。你看这个黄盖长得像不像《合金弹头5》里面那个戴面具的那个老头？第一关打完之后，一个面具掉下，老头一戴，一个雷劈下来之后，直接好。来看看张辽，张辽追上来之后呢，不仅不慌不忙，放了2个翻雷滚天，直接给葫芦打碎了。扔个什么下来？我看看能不能真的扔了个蚩尤战甲。原版也是蚩尤战甲啊，这里面也是蚩尤战甲。蚩尤战甲在《三国战记2》里面号称是最厉害的衣服，但是《三国战记2 P》就不是了。那这个版本更不是了啊，反正它有的防的不一样，除了防御力之外，还有就是防什么毒啊、混乱呐、防什么这个雷火啊什么的。比如说你像藤甲，藤甲就是除了不防火，或者甚至是火，对吧？用火打可能更疼一些，其他都防，啊，非常赖。好，这里面张辽已经打死就张辽已经整死2次了啊。这个版本反正随便改吧，你改就完事儿。好，23级，已经讲命了啊！这个前面的黄字达到100，我们俗称其实就是100万。很多人说小狼你整错了啊，那个明显不是100万，那不是1个亿吗？啊，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后面那2个0呢，咱们就当那个，对吧？几分几毛好了，对吧？你这个有时候用100万还好说一点。你说你得上1个亿啊，你这一个小目标，感觉这个通货膨胀了。好，直接一手夏侯渊，感觉没有双将，没有双夏侯有点难受啊。齐星灯、孙子，还有一个黄袍，不知道这个黄袍可能还是要加这个攻击啊，还是要加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集气速度啊。好，先是夏侯渊，然后是曹仁，但凡没有小兵来配合，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好，这一招你们叫什么？叫摘云手是吗？哈哈的摘云手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好，徐晃，你刚才不他妈投降了吗？你这不要个逼脸啊！对吧？假意投降啊！刚才已经投降了，然后你现在又出来了，你服了啊！我西川，啊，对吧？只有断头将军，没有屈膝之辈，对吧？非对吧？非是张松卖主求荣啊！这刚刚投降，然后又叛变了啊！太嘚了。好，这一把紫色的剑。
你看一把紫色的剑，然后还有一个那个颜色的那个，咱不知道是枪还是说那个盘龙三节棍啊那种。好的，张辽又是你，哈沃殴打又。这里的 BOSS 是随机的啊，随不随机的也是，但是你牛逼，你随一个孙权出来，好吧，对吧？随一个孙权出来，就没想到你孙权都跟曹操合为一体了啊，那真的是太烂了。好，我操他！哎，兄弟，他一个刀起身打咱们好，你看好像没费血，你看没看见？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应该是没费血啊。好了，孙子兵法，其他两个书没啥太大用处，刀牙秘本。水兵策连环火甲车，连环火甲车，哎，先把这个木头给敲碎。这武器整的太多了，我觉得游戏啊，其实还是就像那个洛克人似的，搜集什么能力，其实也可以考虑什么呢？就像什么呢？就用某一个武器，像可以解锁新技能，像这种。啊，这种感觉。好的，你看这爆完气之后，啊，一个回马金枪，相当的疼。主公饶命啊！他们召唤了3个屏障都没有挡得住这个曹操，我觉得这个曹操真的是非常凶狠。神龙骨水儿，嘟。好，一刀，你看有霸体，别闹了啊！你看好胆尖枪，啊，这是冰枪啊，冰枪。它这里面反攻这个东吴，那感觉还是那什么，反攻东吴，那最后还是打曹操，然后最后再打这个东吴，感觉非常的扯啊。当然这是第2剧情，好，刚才你们也看到了，好像还在自动回血的样子。我操，我这82年的西红柿怎么坏了？好，正面攻城，一举破敌。一会儿还是要奔着这个周泰使劲啊！周泰也是一个硬直非常高的人。好的，你看这一刀。落地的时候可以血杀被砍倒了，10万滴血啊！这里面其实它这个所谓的10万滴血都是数值嘛，跟数值干上了啊。还得是爆气，你看，这种可以打这个多段连击。我记得当年我玩 DNF 的时候，最狠的还是什么？就是闪电啊，一手闪电。好了，给了一把枪，南凤朱雀枪。一听这个名字，好像就有点对吧？火枪的感觉啊。哎，南凤啊，南对吧？大家伙都知道啊，北面属水，南方属火。南方属火啊，对吧？它是朱雀，东方属木是青龙。它既然是属火，我估计就是火属性的武器啊，对吧？应该是这个样子啊。南凤这个朱雀枪非常嚣张，加攻速的回血啊，又能加攻速啊。那如果说能加攻速的话，那这太狠了。来吧，看看怎么说。这里面啊，我能理解一个事儿啊，就是说，反正打到皇宫大殿里面，
总感觉这个对吧？孙权才是三国第一猛将。你见过有哪个人能把地图打成碎的，对吧？地图上的地板打碎，你没见过吧？啊，对吧？招招带杀气啊！这个孙权，每次看到孙权的时候，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他肯定是学会了特瑞的那个必杀，就是后舞啊 ，kiss 啊，哎，无数发泄，最后拿大拳头打地，你懂吧？啊，这把刀应该是火刀的那个样子。拿这个兵来清，拿那个兵枪来清小兵，这种小兵比较害怕这个属性啊，对吧？无论你是火还是兵，反正死就完事儿了。好，又一个兵。好，挑起来。好，反正是全把这个 BOSS 的这个对吧？哎，这又是什么刀啊？看起来好帅的样子，一把粉色的巫刀。好，死有余辜，杀。那感觉这个孙权非常霸气。我觉得孙权最逗的就是那个孙权喝多了，然后张昭一顿捅过啊，一顿捅给孙权捅醒了，说刘备连夜对吧逃出南徐，对吧？这直接这个孙权就急眼了，刘备我是杀如啊，后啊 kiss 啊 KO， 手是真硬啊，这手是真硬。好，哇，这个一个转身回马金枪，非常的疼。好，再打，自带回血。感觉可以破招啊！这个枪。最强神器，好，民兵令，你这民兵策就民兵策吧，还民兵令啊。好，你看2页的造句啊，我操，又是葫芦娃啊，无知小儿，这又是什么？这是这个，你看正常的葫芦娃都是7个葫芦娃，有这个大娃、2娃啊、3娃、4娃、5娃、6娃、7娃，每个人都不一样，再加上最后的葫芦小金刚。葫芦小金刚是吧？戴个项链啊！葫芦小金刚戴个项链，把这项链拿走，必须得碰到阳光才能有这个，才能恢复能力。这感觉跟超人似的啊！就感觉跟超人似的。木牛，好了，这样的话应该还有最后一关啊！哎，还有最后一个环节。但凡这个游戏打到这儿啊。打死了曹操，打死了孙权就通关了吗？不可能啊！这游戏如果这么设计，肯定是嘚儿，对不对？还有蛇精，还有爷爷啊，还有蝎子精，蝎子精有点东西啊，蝎子精感觉非常嘚儿。然后葫芦小金刚就是第2部葫芦娃第2部，我觉得最狠的是。啊！一上来还有个鳄鱼精，鳄鱼精啊，鳄鱼精是纯小弟，蝎子大王是正儿八经的大王啊，对吧？好，还是要撞这个玄武神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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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哇，紫色衣服啊，看好了，落地一顿血杀的感觉，啊，是血杀费，但是你看还回血，看没看见？哎，还回血，打死一个目标还回血的样子，看没看见？
这太赖了啊！拿上这个武器，是不是谁都能通关啊？对不对？还有这个霸体的衣服，霸体的衣服是吧？来的。你看这个小音乐啊，非常的悲凉，非常苍凉。啊，一个血杀没放好，大象秒人是吗？没见识过啊！这个版本就是首先呢，你得先看你玩的时候有多惨，才能看出来高手玩的时候有多牛逼。如果你上来就看到高手玩的牛逼，当你玩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好像很什么玩意儿，我怎么跟我玩的不是一个游戏啊？对吧？总有这样的感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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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直接，哎，放个密本先烧死啊！先放个密本烧死，然后再说。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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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啊，70400的左慈没多少血啊，这个左慈确实是啊，但是呢，这里面一个吕布14万，明显就是4管血的样子啊！你看那个血啊，这个是基于群雄争霸的改版啊。好，哎，你看啊，看，哎一下是不是长血？哎，你看这个血，你看啊，这把枪可真是泰森的弟弟要太猛，对吧？正常你打死一个小兵费血也就算了，哎，你被完打，你看发生什么事了啊？直接秒死，我们看看给什么东西啊？大哥，我方天画戟啊，对，我招降啊，他是招降的意思是吧？啊，给了吕布，那我就想说方天画戟没有用啊，现在有这个东西要什么方天画戟呢？对不对？一点都没这个必要。这个赵云刚才是好的，感觉用这个东西就是木牛好像就为了这个把这个小道具给整满的样子啊！木牛虽然说该回血，但是这个小道具用的也还不多，对吧？好了，我操，一个人21万血，也就是5管血，兄弟们。6管血，一个人6管血，我天！但是我觉得也没那么简单，打双 boss 远远没有大家伙想象中那么难，但是这个血量也是有点多了，咱们的伤害也是还算蛮离谱。但是我看一下啊，这个2个人就这么打，咱们这个费血，你看没看见？相当于没怎么费啊，这个防御力有点像穿那个重甲金锁一样啊，重甲范冰冰啊。这小漂亮脸蛋儿就没有了啊！怎么说？一个暴气，又是孙子兵法啊！这个打高伤啊，孙子兵法就是为了打高输出的。好，
这个伤害，你看，原本6管血，感觉跟鸡巴纸糊的一样。好，铁莲花，铁莲花，那个老虎被卡在那儿了，看不看那个老虎啊？傻傻分不清楚的那个小伙子。好，他向天再借500年，一个必杀。这招感觉就是后我下。哇，3连、4连、5连啊！这个是熊都可以连，可以看得出来啊，有点狠。这 BOSS 也能互连的，可以追击，甚至可以追地。你说他赖不赖？啊，也很危险啊！这个孙权赶紧搞死吧！好，这里面要双杀吗？能不能瞬间可以把2个 BOSS 一起打死？你看，啥也不报，直接进屋了，看不看见？但是他直接进屋了，然后出来之后是个山洞，放了一手朱雀神器，然后雷，然后我想问一下，我这个血是发生什么事了啊？等级已经满了 ，LV Max 对吧？已经满了，但是这个血是发生什么事了？啊，雷，好，人中赤兔，马中吕布。好，司马懿只有3管血，这个司马懿啊，看起来好像挺面的样子。我们看看他有多强，好像不能连招，你看不能连招啊，这个 BOSS 啊！我操，哇！你看好像是不能连招的感觉，而且对技能还免疫。好啊，那这因为它不能被连招，所以说要被连了吗？你看啊，这不无限连了，那没有小兵的 BOSS 那么扯犊子嘛，啊，对吧？还是我的原话，因为它不能被无限连，所以说它就能被无限连。你这个就是跟所有打司马懿的路子是一样的了，太赖了啊！是一个82年的橘子。这不是当年盗橘子的陆郎陆公记吗？好，大哥逗我呢，哎。怎么又梦回博望坡了？这怎么又跑到博望坡来了？好，这个 BOSS 虽然说血不多，但是毕竟还是 BOSS 的招式跟形态啊。3万多滴血，相当于一个精英兵了。我穿的真厚，大哥，我今天穿少了，我连夏裤都没穿啊。哎，不是可以破他的防御吗？没破掉啊！好，这里放孙子兵法，看看，哎，曹操都当小兵了，你看。我今天你看啊，漏大腿了吧？没穿那个什么啊，没穿那个。叫什么来着？好，先是吴军的先是魏军的，然后是吴军的。五爪，
好，魏将加吴将，那是不是还要加点野将啊？最后的 BOSS 听说是一个叫神吕布的，我感觉最后的 BOSS 就应该是左慈啊，所以就跟左慈才是整个游戏当中的幻术大师，对不对？好，这是鬼孙拳。哇哦！这一个霸王，直接把这个赵云给打到月球上去了啊！霸王熬粥，这招感觉最爽。真的穿少了，我这屋里可冷了。这么说吧，你在外面热个逼行，来到我这屋里面，你会发现真的是很爽。但是过了半个小时之后，你会说，你能不能给我个衣服穿？能不能给我被子盖一盖？真事，我拿个被子去啊。拿被子盖盖腿啊！哎呀，太冷了啊！好，来看看，接下来，又是华容道啊，又是华容道啊！这一堆动物全是用吕布来雷死，反正是免费练的，无所谓啊。雷，好，一手爆蟹，这感觉华容道让他玩坏了，你看没看见啊？真事儿啊，华容道是真让他玩坏了。哎，这没连上啊，正常可以连上2个，这没连上。东北是东北，你知道你这吧，中国地大物博，东北就也有偏南一点的。你像我这个就是冷啊。我实话告诉你，今天白天我们外面30度。啊，确实挺热的，我也承认，但是屋里面就是冷啊！你不相信？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我那个拿个被子过来盖着，我他妈是真冷，我不是假冷，我不是装逼啊！好，这里的青龙神器啊，无限放必杀的感觉，但是呢，感觉他妈的这个气儿怎么不消失呢？正常按理说放青龙神器放完之后应该没气儿的啊。好，双夏侯。那一会儿肯定还得有那个双王啊，各种双王。哎呦，坛子兵，直接兵死。这个明显也是，他这个必杀太猛了，这个他都不怕，他不怕火吗？好的，吕布啊，直接一手白虎神器，然后吕布加吕布。用吕布招降令来打他，用白虎神器加这个玄武神器，这可以无限连击的啊！好，我操，这又被一脚踢到月球上去了啊！应该放什么？先放一手必杀。这吕布血量显示吕布还有26000的血量，但是血管。你看一直在费血，看没见那个吕布的那个一顿大地刺儿啊，确实太疼了。这个 BOSS， 打好了其实是可以秒的。他那个吕布的援军令啊，下上那个前面打的不够好，否则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样的话啊，两个夏侯鬼夏侯，然后就变成神吕布了啊。这个神吕布呢就是这么个情况啊，看起来会玩会打的也没什么大不了啊。双神器先把它变成傻逼状态啊，白虎神器嘛，然后基本上就完事儿了啊，大概就是这个情况。好，那看看啊，这个赵云，这样的话呢，它是这个第2剧情，据说是这么打完之后就可以开启第3剧情，咱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咱也不敢问啊。最后呢，大家伙也看了啊，也是感谢这个咱们的这个小伙伴，他的 ID 是大筒木闰土啊，创建了录像，他提供给我的啊。
然后呢47分钟啊就完事儿了，对吧？我们看看所谓的开启第3剧情是什么啊？我操，他这个太嘚儿了。你看第3剧情啊，这有这个第3剧情的路子了啊。但是呢，咱们有机会的大家伙再说吧啊，可以直接就是什么开启第3剧情的啊，大概是这个意思。那在片尾的最后呢，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大伙喜欢我狼解说，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注和订阅来支持我狼。我们就下期再见吧。